2022年6月17日，上海江南造船厂，一艘满載排水量約8萬噸的巨艦緩緩滑進長江口的水道，艦首2個字，福建。從那一天起，電磁彈射這4個字洗版了整個中文網絡。官方的說法很有畫面，這是連美軍都花了幾十年，燒掉幾十億美元才勉強馴服的技術。中國一步到位，直接跳過蒸汽彈射的世代。遼寧艦、山東艦、福建艦3艘航母，聽起來像一股足以改寫台海平衡的力量。網絡上的講法更直接，3艘航母往海峽方向一擺，台灣還有什麼懸念？但有個問題，很少有人認真問過，在台海這種距離，航母到底要拿來幹嘛？攤開地圖看一眼，台灣海峽最窄處約130公里，最寬也不過400公里上下。中國東南沿海的軍用機場，戰機起飛不到10分鐘就能進入海峽空域，岸上的反艦飛彈、遠程火箭炮射程早就覆蓋整條海峽。換句話說，整個台海本來就罩在中國陸基火力的傘底下。那問題就來了，一座造價估計數百億人民幣，需要好幾千人操作，航速比飛彈慢幾十倍的移動機場，在這個劇本裡，位置到底在哪？公開的軍事分析裡藏着一個反直覺的答案：對台作戰，中國的航母可能根本派不上主場。不止派不上主场，在某些兵推劇本裡，它甚至是整支艦隊最大的軟肋，是對手開戰第一天就想優先獵殺的高價值目標。美軍歷年的公開評估報告對福建艦的措辭一直很微妙，技術進展給足面子，戰力判斷卻總是輕輕帶過，點到為止。這種欲言又止本身就是一種情報。今天這支影片把3艘航母的真實戰力、電磁彈射到底強在哪？艦載機聯隊這道隱形門檻，還有航母在台海劇本裡的尷尬位置，一層一層攤開來算，最後會回答那個美軍內部評估不願明說，中文網絡也很少講透的問題：為什麼3艘航母下不住台海，而真正該讓人睡不着的其實是另一件事？答案放在影片後段。先盤點手上的牌。遼寧艦，中國第1艘航母，前身是蘇聯的瓦良格號。蘇聯解體的時候，這艘船只完成了大約70%，在烏克蘭的船廠裡生鏽。1998年，一家澳門公司以約2000萬美元買下船殼，名義是要改成海上賭場。2002年拖回大連，改裝了10年。2012年正式服役，滑跳甲板，蒸汽輪機動力，滿載排水量約6萬噸。公開資料顯示，它能搭載的殲15戰機大約24架。在解放軍內部的定位裡，遼寧艦更像一所學校，訓練飛行員，訓練甲板作業，訓練一整套從零開始的航母文化。山東艦2019年12月服役，第1艘完全在中國本土建造的航母，外形跟遼寧艦像雙胞胎，還是滑跳甲板，但艦島縮小，機庫重新優化，艦載機數量估計提高到30架出頭。它代表的意義是，中國證明了自己有能力從頭造出一艘6萬噸級的大型軍艦，但技術架構仍然停留在蘇聯1980年代的設計思路上。福建艦完全是另一個世代，滿載排水量約8萬噸，平直通長甲板，3條電磁彈射軌道。2022年6月下水，2024年5月開始海試，2025年底正式入列服役。它跳過蒸汽彈射，直接上電磁彈射，而且用的是常規動力，不是核動力。這一步讓他在賬面上一口氣追到只落後美軍最新銳福特號一個身位的位置。全世界擁有電磁彈射航母的國家目前只有2個，美國和中國。滑跳和彈射的差別不是快慢的差別，是能與不能的差別。滑跳甲板靠戰機自己的發動機推力，衝上翹起14度的艦首躍升角起飛，起飛重量被硬生生鎖死。殲15是全世界最重的舰載戰鬥機之一，從滑跳甲板起飛，滿油和滿彈往往只能2選1，油帶滿彈就要減，彈掛滿，作戰半徑就縮水。更關鍵的是，滑跳彈不動固定翼預警機，沒有預警機，艦隊的眼睛就只能靠預警直升機，探測距離和滯空時間都差了一大截。所以3艘航母其實是3個世代，一艘學校，一艘習作，一艘真正的作品。但噸位和彈射器只是看得見的部分，
看不見的部分才是真正的差距。這就要講到電磁彈射的核心價值。電磁彈射到底強在哪？攤開來，其實是一道出動率的數學題。航母的戰鬥力從來不是艦載機的數量，而是單位時間內能把多少架次的飛機彈出去收回来。這個指標軍事圈叫出動率。公開資料顯示，美軍尼米茲級航母在持續作戰狀態下，每天約可出動120架次，短時間衝刺還能拉得更高。福特號的設計目標是每天160架次，而滑跳甲板的航母，外界估計每天大概只有幾十架次的水準，差距不是幾成，是好幾倍。同樣是60架飛機，一邊一天能打3輪，一邊只能打1輪，戰場上這就是3倍的空中力量。電磁彈射比蒸汽彈射又更進一步，蒸汽彈射像一根只有全力和沒力2個檔位的彈弓，力道粗暴。電磁彈射的推力可以精細調節，輕的無人機，重的預警機，掛滿武器的戰鬥機都能用最合適的力道送出去，對機體結構壽命友善，理論上維護人力也更省。中國公開宣傳的技術路線是中壓直流綜合電力系統，賬面規格甚至比福特號的中壓交流方案更先進一個世代，這也是中文網絡把福建艦捧上神壇的核心理由。但這裡有一層很少人願意講的內幕，電磁彈射這種東西，紙面參數和實戰可靠度是兩回事。美國國防部歷年的公開測評報告對自家福特號寫得很不客氣，電磁彈射系統早期的平均故障間隔遠低於設計目標，而且系統架構的特性是彈射器一出深層故障，可能4條軌道一起罷工，不像蒸汽彈射壞一條還有3條。美軍從2017年福特號服役開始，磨了好幾年，經歷無數次故障排除，才把這套系統磨到能用。這是全世界第一個裝備電磁彈射的海軍，用幾十億美元和滿頭包換來的學費。還有一個技術細節，中文網絡很少提，福特號的電磁彈射背後是核反應爐幾乎用不完的電力在撐。福建艦是常規動力，燒的是重油。電磁彈射每一次出手都是一次巨大的瞬間放電，怎麼在常規動力的電力預算裡同時餵飽彈射器、雷達、動力和全艦系統？這是一道美軍自己都沒有解過的題，因為美軍從來沒在常規動力航母上裝過電磁彈射。中國宣稱用先進的儲能和中壓直流架構解決了，也許是真的，但宣稱和驗證之間同樣隔着一段距離。福建艦的電磁彈射到目前為止的公開畫面是海試期間彈射測試小車，以及殲 15T 和殲35彈射起飛的片段，畫面很震撼，但它能不能在高強度、高節奏、連續多日的作戰循環裡保持穩定，沒有人知道，因為它從來沒有被逼到那個強度。神話和戰力之間隔着的就是這段沒有人看過的距離。而且彈射器再漂亮，終究只是一張弓，真正決定殺傷力的是弓上的箭和拉弓的人。一支完整的舰載機聯隊遠遠不只是戰鬥機，以美軍為標準，一個航母打擊群的甲板上要有負責制空和打擊的戰鬥機，盯着幾百公里外空域的固定翼預警機，癱瘓對方雷達通訊的電戰機、反潛直升機，再加上空中加油能力，這是一個生態系，缺一個角，整體戰力就斷一截。預警機看不遠，戰鬥機就是瞎子，沒有電戰機掩護，攻擊機群就是火把。中國這邊殲15的彈射型殲 15T， 隱形艦載機殲35，固定翼預警機空警600都已經公開亮相，陸續上艦測試。硬體的拼圖正在用超乎西方預期的速度補齊，但有一塊拼圖是錢和產能買不到的人。航母艦載機飛行員是全世界最難培養的軍事人才之一，在一塊會移動、會起伏、只有幾條拦阻索的甲板上降落，被美軍飛行員形容為在暴風雨裡把車停進一個游泳池。白天駐艦已經夠難，夜間駐艦是另一個等級的考驗。美軍內部流傳的說法是，夜間駐艦的心理壓力數值比實戰任務還高。培養一名成熟的艦載機飛行員需要數年時間和數百次拦阻駐艦的累積，而且必須一直飛，一直練，手感放掉幾個月就會退化。這是純粹的時間函數，砸錢沒辦法壓縮。
美軍的艦載機部隊從二戰打到現在80多年沒有斷過線。今天美軍飛行員的教官都在甲板上鑄艦過，這種代際傳承是用時間熬出來的。中國的殲15首次鑄艦是2012年11月，到今天不過10幾年。公開報道顯示，中國艦載機部隊在訓練過程中發生過致命事故，這在任何國家的航母發展史上都不罕見。美軍自己早年摔得更兇，但他提醒了一件事，這條路沒有捷徑，只能用時數換。出動率那道數學題，最後其實是人堆出來的。甲板上穿着各色識別服的地勤，加油、掛彈、調度、彈射、回收，幾百人像一場精密的交響樂，每天重複上百次，還不能出錯。一個環節慢半拍，整條甲板的節奏就塌掉。這種組織能力不會寫在任何參數表上，卻是航母戰力真正的底層。好，就算假設這些全部補齊了，彈射器順了，飛行員熟了，連隊滿編了，真正的問題這時候才浮出水面。這支艦隊到底要開去哪裡？現在回答開場那個問題，這也是整支影片第一個關鍵揭曉。航母的本質是一座移動機場，它存在的意義是把空中力量投送到陸基戰機到不了的地方。太平洋中央、印度洋，遠離本土的危機海域，那是航母的主場。這是航母從二戰誕生以來不變的邏輯。但台海就在中國家門口，從福建、浙江、廣東的機場起飛，戰機幾分鐘就能抵達戰區，打完返場落地，加油掛彈，再出動。岸基機場跑道更長，油彈庫存更深，抗打擊能力更強，關鍵是機場不會沉。公開資料估計，解放軍東部與南部戰區可用的岸基作戰飛機數以百計，甚至上千架，而3艘航母就算全部滿編，艦載戰鬥機加起來估計不到150架。在自家門口的戰場，把最貴、最脆弱、出動率最低的平台推到第一線，去做岸基航空兵做得更好的事，軍事上完全說不通。這就像家門口打架，卻堅持要開着房車出門，還把全家財產放在車上。所以在公開的兵推和軍事分析裡，中國航母在台海劇本中的位置幾乎從來不在海峽裡面，而在島鏈外面，往台灣東部外海去，往巴士海峽以東的菲律賓海去。任務有3個：第一，從東面威脅台灣的後山，讓花蓮、台東的基地兩面受敵，壓縮戰機疏散保存戰力的空間；第二，攔在美軍從關島、夏威夷馳援的路線上，把航母戰鬥群當成海上的攔路石，逼美軍在遠距離就開始消耗；第三，配合封鎖劇本，掐斷台灣東側的海運生命線，把封鎖圈從海峽擴大到整座島。換句話說，航母在台海劇本裡的角色不是攻台的矛，而是擋美的盾。近年遼寧艦、山東艦一次又一次穿越宮古海峽、巴士海峽到西太平洋演訓。2024年和2025年還出現過雙航母同時在第二島鏈附近活動的公開記錄，練的就是這個劇本。這裡插一段歷史，你就懂中國為什麼非要航母不可。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中國對台灣外海試射飛彈，美軍的回應是把2個航母戰鬥群開到台灣附近海域。當時的解放軍海軍對着美軍航母幾乎沒有任何反制手段，只能眼睜睜看着。公開的軍事研究普遍認為，那一幕就是中國下定決心發展航母，同時發展反航母飛彈的起點。所以你會發現一件很諷刺的事，中國造航母的動機恰恰證明了航母的威力在遠洋下阻，而不在近海攻台。1996年美軍航母下駐的是還沒有遠程打擊能力的解放軍。30年後的今天，角色對調，換成中國航母要面對一條布滿飛彈的島鏈。聽起來攻台的矛交給飛彈，擋美的盾交給航母，這個分工也算合理，對吧？問題是，一出第一島鏈，劇本就換了主角。在島鏈之外的深水區，等着中國航母的是他最害怕的2種東西。第一種天敵，潛艦。先講一段歷史。1982年，福克蘭戰爭，英國核動力攻擊潛艦征服者號在南大西洋悄悄跟上了阿根廷巡洋艦貝爾格拉諾將軍號，3枚魚雷射出，2枚命中，
這艘巡洋艦帶着300多名官兵沉入南大西洋。但這一擊之後發生的事才是重點。阿根廷海軍全體退回港口，連當時擁有的航母也再沒敢出海一步。在整場戰爭剩下的日子裡，這支海軍形同不存在。一艘前艦沒有再開第二槍，光靠存在本身就廢掉了一整支水面艦隊。這就是核潛艦對水面艦艇的心理壓制力，軍事圈叫存在艦隊效應的反面教材。今天，美軍擁有約50艘核動力攻擊潛艦，維吉尼亞級的靜音水準被形容為大海裡的一個黑洞，常年在西太平洋輪值。而反潛作戰恰恰是公開分析裡中國海軍最常被點名的短板。反潛靠的是3樣東西：幾十年累積的水下聲學資料庫、成熟的獵殺戰術和海量的巡邏時數。這3樣都沒辦法用造艦速度來速成。一支反潛能力還有問號的艦隊，把8萬噸的旗艦開出島鏈，等於把最大的籌碼推進對手最擅長的賭局。第二種天敵，反艦飛彈。再講一段更近的歷史。2022年4月，黑海，俄羅斯黑海艦隊旗艦滿載排水量約12000噸的莫斯科號巡洋艦，被烏克蘭從岸上發射的2枚海王星反艦飛彈命中，起火，彈藥殉爆，沉沒。注意，烏克蘭當時幾乎沒有海軍，一個沒有海軍的国家用陸基飛彈擊沉了對手的旗艦。這件事給全世界海軍上了同一堂課。在現代反艦火力面前，大型水面艦艇的生存能力比想象中脆弱得多，而且防空系統的紙面性能跟實戰表現可以差10萬8千里。把這個邏輯搬回西太平洋，中國用東風 21D、東風26反艦彈道飛彈威脅美軍航母，射程公開，估計分別約1500公里和4000公里。這套獵殺數學，軍事圈叫反介入，區域拒止，但飛彈不認其志。同樣的數學反過來也成立。台灣的雄風系列反艦飛彈，美軍的長程逆蹤反艦飛彈，日本部署在西南諸島並持續增程的岸置反艦飛彈。整條第一島鏈本身就是一張對着解放軍水面艦隊張開的火網。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2023年公開的台海兵推跑了20幾輪，多數劇本裡，中國的航母在開戰初期就被擊沉或重創，而且常常是被前艦打掉的。兵推不是預言，參數可以炒，但它說明了一件事，在島鏈火網裡面，航母不是資產，是最顯眼的靶。還有一筆更少人算的賬，損管。軍艦中彈之後救不救得回來，靠的是損害管制的訓練深度和實戰經驗。美軍的損管文化是2戰太平洋戰場上被神風特攻機一架一架撞出來的，血的教訓寫進條令，一代一代傳到今天。而解放軍海軍上一次真正的海上戰鬥是1988年南沙的赤瓜礁海戰，規模很小，距今將近40年。一支從來沒有在實戰裡挨過打的海軍，第一次挨打会是什麼反應？莫斯科號已經給出了一個版本的答案。賬算到這裡，再把鏡頭拉遠，跟大洋彼岸那11艘做最後的对照。美國海軍現役11艘航母，全部核動力，10艘尼米茲級加1艘福特號，每一艘滿載排水量約10萬噸。核動力的意義不只是不用補充燃油，而是把省下來的空間全部拿去裝航空燃油和彈藥，讓舰載機联隊打得更久更遠。艦上的联隊是完整生態系 F-35C 隱形戰機、FA-18EF 戰鬥攻擊機、E-2D 先進鷹眼預警機、EA-18G 咆哮者電戰機，無人加油機也已經開始上艦。這套組合拳，全世界目前沒有第二家打得出來。更難追的是里程數。美軍航母從2戰打到韓戰、越戰、波灣戰爭，再到這些年在中東的高強度部署，艦載機聯隊的實戰記錄從來沒有斷過。光是甲板作業的事故資料庫就累積了80多年。中國的3艘航母到目前為止的全部記錄是訓練和演習。訓練可以逼近實戰，但訓練和實戰之間那條線還沒有人替解放軍海軍跨過去。不過公道話要說兩面，這也是很多西方報道不願攤開講的部分。美軍的11艘是撒在全球的11艘，扣掉大修、保養、人員訓練的輪替周期，任何一個時間點真正能立刻投入西太平洋的，
通常只有1、2艘，增援要從幾千公里甚至上萬公里外趕來，時間以星期計。而中國的3艘全部集中在西太平洋一個戰區，背後還靠着整個大陸的岸基飛彈和航空兵體系。在局部海域特定的時間窗口裡，數量的天平未必永遠偏向美軍。更讓五角大廈頭痛的是產能。公開數據顯示，中國的造船噸位產能是美國的很多倍，軍艦下水的速度被外媒形容為下餃子。第4艘航母的建造跡象也早就出現在衛星照片的公開分析裡。單件品質的優勢在美軍手上，但成長曲線的斜率在中國手上。講到這裡，一定有人想反駁，航母本來就不是拿來真打的，是拿來嚇的，擺在那裡就是威懾。這個說法值得認真回應。威懾要成立，前提是威脅可信。1996年美軍航母的威懾之所以有效，是因為當時沒有人懷疑它開進來會發生什麼事。但今天，當公開兵推一輪一輪演示航母在島鏈火網裡的存活率，當前艦和反艦飛彈的獵殺仗攤在台面上，威懾的成色就打了折扣。對台灣社會來說更是如此。3艘航母的新聞看了10幾年，下組的編輯效果其實一直在遞減。真正讓軍事圈皺眉頭的，從來不是航母出海的畫面，而是另一組安靜得多的數字。這就把我們帶到最後的揭曉，也就是開場說的真正該讓人睡不着的那件事。先給結論，航母在台海不是勝負手，真正決定台海劇本走向的是那些不上鏡頭的東西：各型飛彈的庫存數量、2栖登陸的運力缺口、跨海峽的後勤補給能量、水雷與反水雷，還有封鎖與反封鎖的持久消耗。這些東西沒有一樣像電磁彈射一樣有話題性，但每一樣都比航母更接近勝負的核心。3艘航母下不住台海，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強，而是因為在台海這個劇本裡，航母從頭到尾就只是配角，還是個要被重點保護的配角。那航母到底是什麼？航母是量尺，量的不是台海，是遠洋。你想想，一支只想解決台海問題的軍隊，不需要電磁彈射，不需要8萬噸的平直甲板，更不需要成體系的遠洋補給艦隊和海外基地布局。福建艦真正透露的訊息是，中國海軍的目光早就越過了台灣這座島，投向第2島鏈、印度洋和更遠的大洋。這也是美軍評估報告裡那種欲言又止的真正原因。讓五角大廈緊張的從來不是福建艦這一艘船明天打不打得贏，而是它背後那條產能曲線和學習曲線正在用美軍再熟悉不過的劇本，重演100年前美國海軍自己崛起的路。下不住台海的航母，亮的是2035年之後的太平洋。這才是不敢明說的部分，說出來就等於承認問題不在一艘船，而在時間。最後3個帶得走的重點。第一，航母的價值取決於距離。台海太近，航母派不上主場，它真正的劇本在島鏈之外，角色是擋美的盾，不是攻台的矛。第二，電磁彈射是真突破，但從彈射器到戰力，中間隔着艦載機聯隊、飛行員時數和實戰檢驗，這段路只能用時間換，沒有捷徑。第三，看航母不要盯着台海看，要看遠洋，它是遠洋野心的量尺，不是明天開戰的武器。你認為中國的第4艘航母會直接跳到核動力嗎？還是繼續用常規動力多練一艘？